那位就是当初被送去和亲的齐国第一丑女，大娘胎里就惊世骇俗的丑，连太子殿下当年看一眼都想吐，这才宁可要那个庶女也不要她。没错，我就是你们口中的齐国第一丑女。哈哈哈哈！你们的丑女，姑却是喜欢得起。我打娘胎里就面目可憎，脸上还有硕大的紫胎记。我那个花容月貌的庶妹林婉月，顶替了我与太子的婚约，甚至与太子合谋，要将我送去北戎和亲。诸位贵客远道而来，寒舍备下薄宴，多谢各位莅临小女送嫁之礼。客气，本就是天作良缘。阿姐，你不会怪我吧？这两人一黑一白，处在满院桃花袭井里，活像黑白无常。为我大齐和亲，是你的荣耀。谁不知道，太子荣彦与丞相府庶女林婉月，乃是京城人人称道的天作奇合。可不是，天作之合。这段姻缘，是我妹妹林婉月从我手里硬生生抢走的。你们瞧瞧这位大小姐林鹤，这副样子哪有一点当年丞相夫人的影子啊？谁说不是呢？想当年丞相夫人待字闺中，那是何等的绝代风华，求亲的人能从城西排到城东。夫人真是命苦，拼了命生下大小姐，却生出个那样的胎儿。听说夫人临死前看了眼大小姐，直接血崩而亡了，真是红颜薄命。还是二小姐命好，隔日出生时赤霞满天，月牙半露，那才叫祥瑞呢。雪白莹润，越长越美。如今京城谁不感叹，丞相府两个女儿，一个丑的惊世骇俗，一个美的倾国冲南。阿姐，别怪我，要怪就怪这缘分弄人。快看，二小姐那身段，怕不是已经有了？看来太子殿下与二小姐早已难怪啊！纵然大小姐有指腹为婚的婚约，终究是不敌二小姐的亲国色。姐姐，妹妹真的不是有意抢了姐姐的良日，实在是因为我与阿燕她情投意合，情难自禁。行了，妹妹不必在这儿解释，我懒得听你这些惺惺作态的话。你与她都是人中龙凤，既然已经结为夫妻，以后就不必再来叨扰别人了。哎呦，这大小姐自己没本事，倒怪起二小姐来了。就是这副样子，能去和亲都是祖上冒青烟了。林鹤，你有什么脸面在此指责婉月？若非你行事失仪，私下与侍卫暗中往来，姑岂会不容你？阿燕，快别说了，姐姐与阿大的事情虽然全京城都传遍了，但毕竟都已经过去了。阿大，是不是以前那个守门的侍卫？除了他还有谁？这大小姐当初为了个侍卫闹得沸沸扬扬，谁知道背地里干了多少坏事？嘿，那个阿大死得倒也快，如今坟头草估计都有3尺高了吧？少年时，其他人都嫌弃我，只有阿大肯与我说几句话。这大热天的，撞见他真是晦气，连空气都臭了。快走快走，别被那张脸惊了魂。大小姐，这天实在太燥了，这是我特意从冰窖边寻来的一点碎冰，您拿着降降温。阿大，我问你，你是不是天生有眼疾？大小姐说什么呢？我眼神好着呢，没眼疾。那为什么府里人人见了我就跑，人人都嫌我丑得恶心，只有你肯跟我说话，还对我这么好？大小姐，快跑！我与阿大的事被林婉月知道后，她便像拿捏了什么命脉般，整天造谣我和阿大两人不清不白。说起这大小姐，那名声在都城可是烂透了。上回我见她在街上走，那烂菜叶子跟唾沫星子劈头盖脸的砸，她竟连躲都不躲。谁让她自个儿不检点？比起她，二小姐林婉月才是真正的菩萨心肠。听说二小姐为了替府里积福，把她那份哦，不是替姐姐保管的那些嫁妆都拿出来使了。是啊，上回在城门口施粥，虽然只施了半个时辰，那也是莫大的善心，哪像这大小姐，只会跟下贱侍卫勾搭。阿燕，我也没成想姐姐会这样，那些嫁妆，我也是想替她赎罪才拿去施粥的。若非为了姐姐的名声，我也不会受这么多累。林鹤，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你自甘下贱毁了婚约，
如今婉月替你收烂摊子，你竟然还用这种眼神看她？没关系的，阿言，只要姐姐能顺利和亲，哪怕她觉得是我抢了她的良人，我也认了。口口声声说我勾结侍卫是不清不白，说我这身份配不上你这储君。那妹妹腹中尚未成婚就有的孩子又算什么？你们一边恩爱成家盟，一边往我身上泼脏水。既然觉得我勾结他人，那你们这没名没分就出来的孩子岂非更为失仪？总将腹中孩儿视作卑贱，这就是你们为人父母的信念吗？妹妹才怀孕5月，腹中已如此显怀，怕是等不到婚期就要抢先给太子殿下临盆了吧？够了，林鹤，入了北雍，莫要再这样惹是生非了。是啊，父亲说的对，姐姐还是多操心自己吧。就你这样的颜色，到了北戎还不知道要怎么被那些蛮子鄙视呢。丞相大人终究是偏心的，当年发起尸骨未寒，他便急着把现在的正室扶了上来，那可不就是林二小姐的生母吗？可不是，林大小姐自幼丧母，在这府里连下人都敢作践她。以前二小姐脾气差，动不动就打骂咱们哪敢找二小姐的麻烦？为了撒气，那些被她欺负的仆妇只好变着法儿来折磨我。瞧大小姐那手，如今还留着疤呢。那年冬天的袄子可是我经手的，里面塞的全是芦花，连片破棉絮都没有，穿在身上跟没穿一样。谁让她长得惹眼又晦气，当真惹人厌弃。别在这儿跳出来惹眼，长得如此丑陋，就该懂得中庸之道。既然不懂，今晚就把这屋里的柴全部砍完，长长记性。砍完柴后，我发了一场高热，倘若不是师父，我可能真的就死在那个冬日了。入了北戎，你便不再是丞相府的大小姐，莫要再惹是生非了，给家族丢脸。家族的脸？父亲既然如此看重家族的脸面，那妹妹这样的倾国色怎么不亲自去和亲呢？偌大一个齐国，难道已经卑微到了要靠找一个丑女去和亲的地步了？这传出去，才是真的让父亲、让大齐丢尽了颜面吧！林鹤，北戎蛮子野蛮成性，当然不配我齐国的美年，只有你这样的丑女才能与之相配。太子殿下说的对极了，只是听闻边疆有位耶叉女将军，貌丑无烟，但勇冠3军，就是不知道太子殿下还记得不记得这位？这劳什子将军，估计他做什么？是吗？我可听说那位将军不求名不求财，回京3次，就为了跟殿下你打一架，可殿下你也跑了3次。听说那个耶叉将军过几天又要上京了，不知道太子殿下这次还跑不跑得掉？怕是连地缝都得钻进去了。你看殿下那脸都白成什么样了。时候要过了，快点走吧。瞧瞧，姐姐真是等不及了，竟走得这样快。我听说那北戎蛮荒之地，妻子都是胸中地气，父死子继的。姐姐生了这样一张脸，去了那边，可千万要保重这条命啊，别还没轮到几个就先撑不住了。这身形竟有些眼熟。阿大，不，阿大的眼睛是墨蓝色的。少年时的他，总是那般诚恳又温柔。眼前的人，只是北戎的使官。流芳公主，快走，快走！好，走！这林大小姐莫不是疯了？这种任务，宫里18位公主推磨了半天，谁都不肯去。她倒好，跟赶着投胎似的。你懂什么？听闻北戎那帮蛮子个个马肥兵壮，男儿长得比山还高，性情更是鲁莽暴虐，简直就是洪水猛兽。齐国的贵女们提起来都吓得打摆子。也是，你们瞧瞧圣上赐的封号流芳公主，哼，这跟流放有什么区别？此去3000里，这一辈子算是交代在那。阿燕，你看阿姐多积极啊，想必是知道自己这副模样在齐国待不下去了，急着去北戎寻个不嫌弃她的蛮子呢。管他做什么，既然他这么迫不及待，那便让他去。大齐的耻辱与北戎的麻儿倒也相称。瞧瞧二小姐和太子大侠，真是天造地术。二小姐笑得那么温柔，以后准是位贤良的太子妃。可不是，比起咱们轿子里这位，二小姐那张脸真是出落得越来越水灵。混容骨，当年你娘把骨下在我娘身上，让我一出生就和你换了脸。幸好早在半年前我就找到了解骨的方法了，我将亲往北戎，而离他越远，我的容貌就会逐渐恢复。
齐国丑女这个名号我顶了18年，现在该还给你。公主快看，石棺的剑上全是血，这一路上也不知道挡了多少不长眼的，怪不得您第一天睡得那么死都没出事。公主，公主您怎么了？吓着了吗？虽还是那个丑模样，但皮肤却已经好了许多，开始变得莹润白皙，眼睛也不知不觉变大了一些，唇色不再乌紫，反而泛起了一点红润的颜色。也许等出了边境，变化会更大。谁？娘娘这手空手接白燕的功夫，藏得真是深啊！乱世求生，大人过奖了。这么嫩的手，要是留了疤，可就不好了。坐稳了，此地不宜久留。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北戎边境怎会有如此强悍的死士？娘娘当真不认得后面那些正在追杀我们的人？那个标志是太子荣彦迁兵独有的标志。荣彦，他连演戏都等不及了吗？看来娘娘的这位故人宋钦是假，想要你的命才是真啊！齐国从未想要过和平，只要我死在边境，齐国便能名正言顺地控诉北戎劫杀和亲公主，一箭双雕。荣彦真是打的好算盘。大人，你有把握带我逃出去吗？娘娘这是在担心我，还是在担心你自己？命只有一条，自然是担心大人。若是不行，我便只能自己想办法了。既然如此，娘娘觉得呢？我自然是相信大人的，借大人佩剑一用。好剑法！殿下体恤娘娘远道而来，但这婚期是早已定下的，耽误不得。有劳了。体内蛊虫未适应这北地的气候，脸上的容貌只有微微的变化，这胎记依旧引人注目。好了，娘娘且候着吧。姐姐，那齐国公主当真长得那般？何止是丑，简直是恶鬼托生。你转告娘娘，让她宽心。咱们殿下是什么人，怎会看上那种东西？北戎皇帝于3月前兵逝，身为太子的赫连玄却一直未登基。北戎对外的说法是后位空悬，若是贸然登基，会引起国事动荡。这种骗3岁小孩的话，也就只有齐国那帮蠢材才会信。唉，你说咱们北戎，自打当年3个草原部落拥兵起义，南征北战，吞了周国，这天下的兵权就没出过那几个部落贵族的手。嘘，小声点儿。历代先帝哪一个不忌惮他们？那位慕容家主手里握着的可是半数以上的精锐骑兵，那是连殿下都要礼让3分的人物。3步拥兵，尾大不掉呀！看来赫连玄这太子当真是坐在火山口。说到这儿，也是慕容家那位小娘子命苦，本是定下要许给咱们太子的，谁成想被先帝看中了。先帝也走时都过60了，生生让娇花进了宫做皇后。如今倒好，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坐在那交房殿里当了太后。太后，原来方才宫女口中那位娘娘，就是这位23岁的慕容太后。看来坊间传言她对赫连玄情根深重的传闻是真的了。慕容家太后，这桩婚事，想必你们已经准备好了无数惊喜等着我。既然有人急着跳出来当挡箭牌，那这一场乱局，我便坐收渔翁之利了。哟，娘娘还没歇下呢，那奴婢可得给您传个口信儿了。太后娘娘刚说心口痛得厉害，这不刚把殿下换去交房殿侍疾了。娘娘也别等了，这侍酒的事儿，谁说得准要多久？今宵苦长，娘娘还是自个儿早点歇了吧，不必久等。怎会？今夜可是我与殿下的洞房花烛夜。你去跟殿下说，我在这儿等着他，我一直等着他。娘娘，您这是在质随太后娘娘的决定吗？奴婢劝您一句，在这北戎宫中，自是以太后娘娘的话为尊。
您啊，还是趁早认清自己的地位，别在这儿闹笑话了。瞧瞧里面那个，不过是个连齐国都不要的丑女，还真想做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梦了。谁说不是呢？太后娘娘和殿下那是青梅竹马的情分，哪里轮得到她一个外人来插足？嚯，太后心口痛，这下马威给的倒是挺足。既然你们都在忙着试鼻，这大好良宵，我也不能浪费了。这喜房选在如此荒僻的偏殿，看来北戎皇族压根儿就没把这场和亲当回事。不过这倒正合我意，墙外就是宫廷耳门，离出城的官道也不过几里地。和亲是两国之大忌，但和亲过后，和亲公主是死是活，没谁会在意。好风凭借力，送我入青云。等时机一到，这流芳公主便死在这北戎深宫，我自去过我的快活日子。也不知今夜太后那交房殿里是怎样的一番颠鸾倒凤。我当是谁？原来是史官大人。大人好兴致，这么晚了也出来赏月。既然大人也想赏月，那我就不叨扰了，我先走了。夫人这般行色匆匆，这是在怪姑吗？夫人，今夜让夫人久等了，是姑的错。这喜袍怎么是红色的？而且从刺绣手法和图案上来看，好像与我的是同一款。怎么看了这么久还没看够？北戎太子赫连玄，夫人果然冰雪聪明。竟然是他！传闻他凭着狠辣的文韬武略杀出重围，强行夺得这太子之位。传闻太子殿下杀伐果断，不近美色，唯一的爱好便是杀人。传闻确实不少。既然如此，你一介万金之躯的太子，为什么会自降身份，冒着被荣彦迁兵暗杀的风险，乔装成史官去齐国接亲？姑只是不想我的妻子死在齐国那些肮脏的算计里，仅此而已。为了一个从未谋面的和亲公主，不惜以身犯险，殿下觉得这话说出来我信吗？不过听说和亲的人是你，姑很高兴。太子殿下，新婚仪式已毕，您这尊大驾是不是该回您的交房殿或者寝宫了？对着我这张脸，您睡得着吗？今夜是姑与夫人的新婚之夜，这喜床姑不睡，谁睡？冒着被荣彦迁兵暗杀的风险，跋涉数百里只为接亲。赫连玄，你到底在图谋什么？我这张脸，全天下的人都避之不及，你竟能如此泰然自若。齐国丑女名扬天下，你若说是不近美色，我信；但若说对我这副尊容也能下得去手，我绝不信。阿和，好久不见。冷的。赫连玄是什么时候走的？娘娘昨夜睡得可还安稳？太后娘娘在交房殿等你。交房殿？太后如今既已成了太后，还不肯挪窝，这是别有居心啊。是，交房殿向来是皇后所居，太后娘娘身份尊贵，住在那里有何不妥？知道了。太后娘娘说了，娘娘若想进来奉茶，就须得退下鞋外，赤脚走过这层热炭。娘娘可要小心些，这炭火烫得很，若是走不稳，往后怕是连路都难走了。娘娘，请吧，太后娘娘还等着喝茶呢。他会进宫？奉茶而已，何必弄得这样麻烦？哀家这大殿的门槛高，竟没能拦住你。儿媳参见母后，劳母后费心，那点火炭还烫不到我。
齐国果然是礼仪之邦，教出来的嫡女不仅是个惊世骇俗的人，连行礼都如此粗俗。儿媳第一日入宫，给母后奉茶。娘娘，太后娘娘接茶是有规矩的，您这手可得端稳了，要是洒了一滴，那可是大不敬。既然想尽孝，那就多举一会儿，让哀家看看你的诚心。母后若是想来个下马威，不必如此。你竟然为了他！今日奉茶就到此为止了。阿贺，我们走。母后年少守寡，在这宫里压抑久了，脾气难免暴烈。今日让你受委屈了，往后少来这儿便是。殿下言重了，儿媳孝顺婆母，本是应当。暴烈，我看他是疯魔了。不过，刚才在那博古架上看到的那颗明珠，若我没认错，那是母亲当年的陪嫁。启禀娘娘，殿下方才遣人传话，说前朝政务繁忙，太后娘娘那边也离不得人，今晚便不能陪娘娘用晚膳了。知道了，下去吧。赫连轩，你不回来，正好给了我机会。北荣宫内的高手不少，但大多集中在赫连轩身旁。至于那太后娘娘身边，倒是未看见比我身手更厉害的人。交房殿我昨日才去过的，从偏殿到那儿的路线，我记得很清楚。既然高手都在赫连轩身边，那这交房殿我也能去。这天是越来越冷了，这交房殿守着真没意思，高手都去殿下那儿领赏了，咱们只能在这儿吹冷风。少废话，里头那位可是太后，除了姹紫，你有几个脑袋？找到了，真的是他。产自东海，世间仅此一颗。我幼年时在母亲的嫁妆图册上见过千万遍，这上面描绘的云纹是以天山雪莲入药绘制而成的，世上不会有第二颗。母亲，您的陪嫁竟然成了这北荣太后的摆设。幻荣谷噬心入，这些年我寻遍天涯，药材终于凑齐了。林婉月，你想不到吧？解开这恶毒蛊虫的最后一味药，竟然就藏在北荣的深宫里。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娘娘，求求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莲芝，乖，不要哭嘛。你我昔日好歹也是主仆一场，为了我能成全我的美貌，又能解我后顾之忧，有何不好？你不是人，你是恶鬼！还不带下去？这膏质用上几个月，我的美貌定会更上一层楼。到那时候，齐国那个拿什么跟我比？赫连玄那双眼睛，迟早还要看回我身上。以人如药，滋养美貌，这等阴私手段，与林婉玉那个毒妇的幻荣谷根本是同根同源。这颗本应是我母亲陪嫁的明珠，竟离奇的落在了这北荣太后的手上。北荣太后与林婉玉难道早就相识？饿了吗？这种钻心剜骨的滋味，我受了20年，今天也该到头了。瞧那丑八怪，又在那儿挺尸呢，脸上的紫青色越发吓人了，活像个冤死的厉鬼。看着大小姐这副鬼模样，我倒是想起听过的一件往事。听说二小姐的亲娘死前脸上也是这样的紫青色，最后死状极其凄惨。这二小姐的亲娘最擅长巫蛊之术，搞不好是做了什么坏事，报应到自己身上了。竟然是幻荣谷。阿荣，你拼死生下的孩子，竟被他们糟蹋成这副模样。吸食宿主气血，带人承担反噬，这种阴毒手法简直毫无人性。孩子，你能活到现在，命不该绝。既然我是你母亲的故交，今日便绝不能看你死在这里。这幻荣谷虽毒，我也要替你寻一线生机。孩子，你这张脸如今是你的累赘，带上它，没人能认出你的身份。我问你，你愿不愿意同我习武，去那黄沙漫天的边疆，把这一身傲骨
活成保护自己的盔甲。只要能活下去，我什么苦都愿意做。从此丞相府少了个惹人厌的嫡女，边疆多了个夜叉将军。将军，这些年您以深厚内力强行压制蛊虫，虽保住了性命，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我该如何杀他？幻容蛊再厉害也是活物，若能寻得天下至烈至纯的药材相逼，再辅以那一味关键的明珠粉末，关键时刻您须得以毕生内力如泰山压顶般去碾压，如此方能使他真正死去，还您原本的面容。师父教我习武10年，以内力压制蛊虫，就是为了今天。林婉月，你享受了18年的美貌，该还给我了。烧起来了，5脏6腑像是在被烈火生生焚烧。畜生，别想逃！肆虐了我18年，今日我就用这10年的内力，一寸寸剪碎你的生路！滚出来！抓到你了，死吧！怎么会？我的脉门真气运行不了了？难道终究还是差这一步吗？夫人，竟是夫人，胆子倒是不小，竟敢在这深宫里拿命去赌。没了吗？夫人，你醒了。夫人要铜镜吗？看看吧，看看现在的你。这真的是我，那个被骂了18年丑胎的人，竟然长成这副模样。母亲，这就是你留给我的样子吗？这一路走来108000里，其中辛酸只有我一人知晓。容貌是上天赐予，本不该多加苛难，可若是有人强夺走，更以此炫耀，将我踩在脚下，这便是最大的不公。我被骑士辱骂了多年，被视若耻辱，今日终于沉冤昭雪。不知道此刻顶着京城第一美人美名的林婉月，对着那张换回去的丑陋面容，会不会惊恐大叫？他若是不甘哭泣，若是被人凌辱，若是被人踩在脚下，那也该生生受着，因为这些本就是他偷走别人容貌的代价。他竟然不意外，难道他早就知道？夫人这容貌，幸好。奴才参见娘娘。老天爷，这莫不是天上的仙女下凡了？那胎记，那宽鼻，怎么可能？您真是齐国送来的那位公主？娘娘，这是奴婢特意去御膳房给您挑的雪花酥，您尝尝。以前是奴婢眼拙，没伺候周全，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往心里去。娘娘，您是不知道，交房殿那位现在已经闹翻天了。奴婢刚才路过，里头瓷器碎裂的声音就没停过，听说是气得连摔了3个西域进贡的古董花瓶呢。摔花瓶？太后娘娘千金之躯，什么事值得她动这么大气？还不是为了娘娘您这脸，宫里都传遍了，说您原本就是绝世佳人。太后娘娘听了，当时那脸色青的。既然太后娘娘心情不好，你们往后在交房宴那边走动，可要仔细着点儿。娘娘体恤，不过奴婢还听那边的老嬷嬷嚼舌根，说太后娘娘连夜召见了慕容家的几位家臣，看那架势，似乎是在密谋什么。密谋？娘娘，您可得提防着点儿。交房殿那边刚才还撤换了一批卫兵，连晚上的巡逻都比平时多了1倍。奴婢总觉得这宫里要出点什么大动静了。既然他按耐不住，那我也该准备接招了。
听说了吗？太后娘娘昨儿个又从宫外请了几个苗人进去，那几个人浑身透着邪气，看着就瘆人。何止啊！昨晚我起夜，亲眼瞧见交房殿后门又运出了几具草仙枯裹着的尸体，比前几日加起来还多。那些苗人一进宫就准没好事儿。嘘，快走！咱们这位太后为了那张脸，真是什么邪法都敢试。那些人还真是锲而不舍，一身的好本领全用来钻窗户缝了。殿下这几日怎么总是宿在我这里？堂堂太子，总不至于连个正经寝宫都没有。殿下的桃花真是不简单啊，连带着我这儿也热闹非凡。姑就是想在这儿多陪陪夫人。是吗？真是妖孽！这副皮相要是搁在齐国都城，怕是那些贵女都要疯了。冷若冰霜，却又诱人深陷，具有欺骗性。阿大，如果你还活着，眼睛应该也是这般好看。我要不要干脆把他当成阿大的替身？不行，想什么呢，林鹤？阿大是阿大，他是他，我和阿大那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过命交情，这种纯粹的友谊绝不能被这种危险的男人玷污。夫人的脸色一会儿青一会儿红的，是在想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在想你。哦，在想姑？不是，殿下误会了，我是想说，我在想殿下刚才批的那份折子，不，我是想说，夫人这么心急，是想在姑身上涂抹些什么吗？齐国下了邀帖，要庆贺齐国皇帝的60大寿。既然他们请了，那我们便回去走一趟。殿下现在正处于夺嫡的关键，前朝慕容家虎视眈眈，这时候离京，你就不怕回来时这太子位子换了人？借他这个胆子，他也翻不了天。待到寿宴回来，便是姑的登基仪式与封后大典，到时候再给你一场完整的大婚。阿和，为何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却叫得这般熟识，仿佛在心中演练了无数次，才将数年的思念宣泄而出。殿下，这些流民来自北戎与齐国的交界之处，从方向来看是往北边逃的。这条路我认得，那是我在边疆待了10年的方向。多谢。你从哪里来？发生了什么？活不下去了，庄稼烂在地里，官兵又来征粮，家里的男人被拉去修城墙，这就逃了。齐国在边境屯兵，说是防着北戎，征的粮却落进了谁的口袋？咱只知道那粮没了，人就饿死了。殿下，边境的兵力调动并非防御布局，而是进攻态势。齐国怕是并没有真正打算与北戎和平，休战不过是缓兵之计。齐国拿这些百姓的血汗粮草养，不是为了守，是在等一个开战的由头。而上一次那个由头差点就是你的命。阿和，你要放灯吗？夫人何愿？我要这四海承平，要偷窃者受尽折辱，要百姓安居乐业，要稻米流脂醋米白，要九州豺狼休得来犯。那么姑的愿望同你一样。准备好了？走吧。瞧瞧这黑曜石地板，还有那夜明珠，这一场寿宴下来的开销，怕是够边境流民吃上3年。嘘，小声点，陛下高兴，谁敢说半个不字？
哪怕流民在外面饿死，这儿的酒池也得是满的。倒酒，将那价值千金的西域美酒都倒入酒池。今日是朕的大寿，故要与诸君同乐，不醉不归。齐国皇帝自请喜序，最喜豪奢浪费，早就被美色和玩乐掏空了身子。他这寿数看来是不多了。我这位好妹妹，怕是最近太过劳累，眼底青黑，连面纱都遮不住的憔悴。那个贱人，他竟然还能活着回来！这种场合，你给我安分点。哎，你瞧那北戎王妃，虽然蒙着面，可那身形气度倒不像传闻中那般。蒙了面自然好看，谁不知道她是咱们齐国出了名的第一丑女？陛下，微臣远在西南，便听闻贵国有一桩奇谈，说林丞相膝下有2个女儿，一美一丑，皆是闻名遐迩，天下罕见。哼，传闻那美人如仙子下凡，那丑人如恶鬼转世。今日难得齐聚一堂，不知陛下可否让微臣也让诸位使节开开眼界？想看一美一丑，只怕今日这位置得换上一换。婉月，你怎么了？在大使面前如此失态。姑让你一同来赴宴，不是让你在这儿给姑丢人的。哈哈哈哈哈！使节说的不错，我齐国有容乃大，物产丰饶，便是这女子也生得极端，一个嫁与我儿荣烨为妃，一个和亲到北戎成了王妃。如今难得团聚，既然使节想看，那便叫你想一想这罕见的眼福。好戏就要开场了。林清，你还愣着干什么？没听见使节的话吗？快叫你的2个女儿褪下面纱，让远道而来的使者开开眼界。陛下，这小女们实在是……怎么，朕的话你敢不听？还是说林丞相你觉得朕这个寿宴配不上你那2个宝贝女儿露脸？父皇息怒，丞相并非此意，实在是月儿。月儿前些日子刚刚没了孩子，身子虚弱的厉害，太医说见不得风，所以才一直蒙着面。怎么还未见到？真是失望。本以为齐国物产丰饶，连美丑都要比别人罕见几分，看来不过是谣传，是在骗我们这些远方来客啊！来人，听朕令，若摘下面纱，赏白银1000两，玉如意1对；若不摘面纱，那就是欺君之罪，立刻给朕拖下去，斩了！臣女遵旨。鬼啊！这若极其貌若恶鬼的丑女，难道是曾经的灵儿小姐？这难道就是曾经的齐国第一美人？难道齐国上下的人都有眼病吗？这分明是恶鬼投胎啊！我要这妖怪，有吃人的妖怪啊！太恶心了！别看我！别看我！难道朕的齐国竟出了2个丑女？这一丑果然名不虚传，够丑够刺激。那还有一美呢？陛下，快让她出来呀！难道舍不得让我们看？陛下，快让她出来呀！难道舍不得让我们看？这怎么可能？林鹤，你竟然瞒了我这么久！你们齐国的丑女，姑可是喜欢的紧呢。这男人倒是在关键时刻挺会给人找场子。哈哈哈哈！好一个绝色佳人！师姐，你方才说要开眼界，现在瞧瞧我齐国的美人如何？绝色，不仅皮相美，这份信性更是当世无双。刚才殿上的情景，真是活见鬼了！太子妃怎么突然就成了那副鬼样子？嘘，那是你能编排的。
不过说来也怪，当初都传去和亲的林大小姐是丑女，如今一瞧，这天下没有比……两位带路便是，不必分析。既然衰败得如此之快，若没有那幻容骨，你我本该皆是常人，何至于此？可如今，这便是反噬的代价。林鹤，你这个贱人，你把脸还给我！林婉月，幻容骨的事，我早就知道了。你在胡说什么？是我听不懂，我才是第一美人！偷窃者，按齐国律制，应当斩去双手，流放千里。如今不过是让你把不属于你的东西还回来，你就已经愤怒到如此之步了？我不知道，被换容的时候，我才刚出生，我什么也不知道，这不能怪我。刚出生？那你之后做的那些事呢？用污言秽语打压辱骂我的时候，你也是刚出生；逼死容颜身边那些貌美婢女的时候，你也是刚出生；甚至将我娘留我的嫁妆挥霍一空，压榨百姓明智明朗的时候，你还是那个刚出生的婴儿吗？你在这蜜糖罐子里长得太久了，林婉月，是不是觉得这世上只要你想要的，就该是你的，哪怕是别人的皮，别人的命？我是丞相府的二小姐，我是未来的太子妃，你凭什么？凭什么？就凭我亲眼见过你把滚烫的热水面不改色地泼在容颜那名不过是倒错茶的侍女脸上，就凭我见过你强迫弄脏你衣服的平民舔你鞋的样子。林婉月，我最恨的从来不是你换去了我的容貌，也不是你抢走了那桩虚伪的婚约，我恨的是你这副必贬又不可一世的贵族傲气。你把民众看得如蝼蚁般随意践踏，在你眼里，除了你自己的利益，可曾有过半点是非对错？生来被换容，的确并非你的过错。对，不是我的错，我也不想的。但你恃美行凶，倚仗着自己高人一等的身份，肆意轻贱他人，这难道也是有人拿着刀子逼你的？你生来享受别人的夸奖，踩在别人的肩膀上赫赫作威，却不知你拥有的荣华美名，甚至是这份傲气，通通都是从我身上偷来的。别说了，别说了，我不听，我不听！你觉得容颜是爱你的，对吗？可惜，他爱的只是你那副偷来的皮囊，爱的是他那无上的尊位。在这权力场上，只要有更值得交换的东西，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抛下，连眼都不会眨一下。不可能！阿燕说我是他的唯一。他爱你，恰若爱一朵名花，只是因为那一时的美丽能点缀他的体面，因为摘下这朵花能带给他更多虚伪的名声。从古至今，女子若自轻自贱，便绝无活路。你走着这条抢来的光明坦途，竟然还真的当真了，真以为偷来的东西能过一辈子？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走水了，快救火啊！孩子殿下，你月色如洗，却遮不住这人间最肮脏的血气。容颜，你弑父也弑君了。赫儿，跟我走，我会立你为皇后。在这大齐后宫，姑只宠你一人，你还不知道吧？父皇方才已经被我杀了。明日我便会登基，届时你就是大齐最尊贵的皇后。那个北戎蛮子算什么？他配不上你。这世上唯有我才能配得上现在的你。哼，以前我们在腹中已有婚约，是林婉月那个贱妇，她痴心妄想，使了卑劣手段勾引姑，竟还妄想怀有姑的龙种。既然她现在成了那副鬼样子，姑自然不会再多给。是。太子御赐，保护殿下！是这妖女，杀了她！无锡大人，你无锡，姑救你一命，你竟然反了！兄长，要怪就怪你废话太多了。竟然是你！怎么样啊？这支箭的味道可比你的太子妃要甜得多吧？容颜，你疯了！你什么你？一个心怀不轨、篡夺皇权的逆臣，也配叫我的名字？
哎呦，方才我在那高台上可是听得真真的。你图谋皇位，罔顾君臣道义也就算了，竟然还想要我师姐。以前嫌人家丑，现在看人家漂亮了又想立后。你这反复无常、见利忘义的手段，还真是炉火纯青啊！姑是真心，真心迟来的深情比草还轻贱呢。你如今在这装什么卑微？当初是谁先毁了这桩婚约的？是谁非要与林婉月纠缠为伍，同流合污，处处构陷师姐，步步将她逼至绝境？这桩桩件件，你倒是忘得挺快啊！你设局？设局？今日若不是你先带着亲兵谋逆造反，我哪有出手的机会啊？这叫什么？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敢杀姑？你一介女子，你如何能登基？女子又如何？谁规定女子不能登基的？圣人说的。既然圣人书里没写，你们这些废物又是凭什么断定女子不行？你是千娇百宠的太子，生在深宫，长在金堆里，平日里有人3拜9地的供奉着你，你就真以为自己是真龙天子了？你这种人，睁眼只能看见权力，却永远看不见这举世悲怆，民生疾苦。这江山交到你手里，那才是齐国最大的不幸。我在那刀头舔血的军营里长大，年幼时什么都不懂，只知道杀敌。直到后来我以公主之躯回到这都城，看着你们整日里奢靡淫乱，草菅人命，我才知道你们这些贵人背后干的都是什么丧尽天良的处处事。你这种人，睁眼只能看见权力，却永远看不见这举世悲怆，民生疾苦。这江山交到你手里，那才是齐国最大的不幸。你这个贱人，我诅咒你不得好死！还诅咒呢？省省力气吧。若不是当年师姐在边疆救我一命，我早就在那死人堆里烂透了。对了，哥哥，你不是最怕那位杀身如麻的夜叉将军吗？甚至连见染一面的胆子都没有。你做梦都想强娶的这个绝世美人，正是那位你想躲都躲不掉的夜叉将军啊！师姐，这齐国终于是干净了，要不你留下来帮我吧？明日你不登基了？哎呀，荣燕那是在吹牛，登基哪能那么快？那些繁文缛节，礼官们还得筹备好些日子呢。再说了，等我坐上那个位置，头一件事就是草拟女子官职，我要开女子科考，让天下女子都不必依附于男人。这主意倒是不错。还有，我得跟北戎签个真正的合约，开放户市，让百姓都有饭吃。那帮西南小国的使节还眼哇哇等着我呢。师姐，当年我向你许诺的那个盛世快到了。什么时候出来的？宫宴结束便出来了，总不能一直待在那儿拦着夫人料理家事吧？说人话。自然是也出来料理一下我自己的家事，办完了回北戎后，我们便可名正言顺地举行大典了。这么快？太后死了？慕容氏的家主还有那几个继承人，今早都没能见到太阳，都死了。慕容家这些年欺男霸女，占田据地，死的倒也不算冤枉。何止是这些，那位家主贪污的钱粮足够北戎3年赋税，为圈万亩良田，不知逼死了多少百姓。更何况那位太后，她做了什么？她为了永葆青春，以紫河肉入药，征人高脂。这宫闱之下，被她虐杀的少女已不下数十人。真是畜生！好了，如今姑手上沾的血也不比你少。阿和，我们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这种种算计，这种种手段，你究竟是谁？小傻瓜，到现在还没认出姑吗？这种揉耳根的力度，这个小动作，不可能，全天下只有阿大会这么做。每次我习武累了，或者受了委屈，他都会这样安抚我。当年我送生母骸骨回故里清河，在路上遇到了师傅，
他老人家原本是算好了日子要去丞相府接你，却临时有急事耽搁了。师父不放心你，便打发我先去丞相府护着你。他那个人平生最爱喝酒忘事，是不是从来没告诉你，你除了有一个师妹容念，其实还有一个师兄？可阿大明明已经死了，我亲眼看到那支箭射穿了他的胸膛，那是毒箭啊！那箭上的确有剧毒，可你忘了，师父除了教咱们武艺，跟神医谷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我被送去神医谷，足足治了1年才捡回这条命。如今那箭伤的疤痕还在姑的背上，夫人若是还不行，要不要现在就亲手验一验？不用验了。当初在北荣，听闻联姻的对象是你，你都不知道，姑当时高兴的简直要发疯。既然是为了我，为何不早说？姑那是害怕我这夫人性子烈，半路上受了委屈就逃了，所以啊，只能巴巴的亲自跑过来，名义上是接亲，实际上是怕夫人半路跑丢了。贺连玄，当初你决定去接我的时候，我还是那个宽鼻失眼、满脸紫胎记的模样，齐国丑女，名不虚传。你当时怎么就敢娶？怎么就下得去手？丑女不丑，孤山不孤，世上凡事不能单用眼去看。是啊，容颜一老，这一路走来，我见过太多好颜色、好皮囊，可最后如落花流水般飘零。那些自诩高贵的人，为了这张皮，不知造了多少孽。翻开史书，字里行间全是清面獠牙。上位者为了私欲荒淫无度，王朝气数尽了，最后受苦的还是百姓。安宁生活的底气是上天赐予，本不应该多加苛难。可若是有人仗着强权夺走这一切，还要以此炫耀责难他人，那便是这天下最大的不公。所以，这是你执剑的初心。我执剑，只为斩尽豺狼，扫荡六合。如今豺狼已尽，这万里山河好景重逢。你执剑扫倒六合，姑便为你稳坐后方。从今往后，守苍生万事安宁，护所爱一世无忧。好，那我们就回北荣举行那场迟来的大婚。在边疆的日子，我一直戴着那个夜叉面具，直到有一日，别看我，走开！喂，你白天看见我没戴面具的样子了吧？你不觉得那胎记很恶心吗？唉，这关外日子过得这么苦，天天都在死人堆里爬，脸算什么？不过一张皮囊而已。你们当真不在意？谁有空在意那个？你瞧瞧伙房里的阿正，他那张脸烧成那样，不照样每天披着甲胄在那儿给几千人煮饭？阿正以前可是方圆百里有名的美人，就因为长得太美，被那帮地痞恶霸盯上了，半夜去抢人，放火。是啊，那火烧得大，他那张脸全毁了。那年正值荒年，他最后用2两银子把自己卖进了咱们兵营，只求换那点钱去安葬他的亲人。在这里，没人笑话他的脸，大家只敬重他是个能扛事儿的人。其实比起齐国都城里姿容盛雪的贵人，边疆的人是没那么好看的。战火远比儿女情长要摧残人。将军，您看，这些关外平民长得像乱石缝里的野草，跟齐国都城里那些养尊处优的贵人比起来，真是一天一地。战火这东西最不认人，儿女情长顶多让人掉眼泪，这战争荣辱是直接把人往筋骨里淬炼。加把劲儿，台湾这块下午就能领一碗清汤。咱这一辈子不求上天护佑，就靠这双手脚踏实地，换口吃的，心里踏实。我生来坎坷，但这坎坷皆受制于人，是有人硬生生施于我。百姓们生来坎坷，但这坎坷皆是他人所为，硬生生施于他们。那些窃据权位者坐在金银堆里，嘲笑这些被盘剥的人鄙陋。他们想尽民脂民膏，却要将百姓肆意践踏。既然我握了这柄剑，就绝不能只为自己一人。我要这四海升平，我要那些窃据者付出代价，我要为万民请命。